来到 Twilight Say 为民说，这是个学习的频道，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今天我们来谈谈心智图笔记法。我们的大脑除了上回提到是个稳定、不易改变的器官外，要提升它的理解力或是更容易记忆东西，我们的大脑也有它喜欢的一套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想事情的经验？这个发想的过程，你是习惯从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样按顺序发想呢？还是会从 A 事件联想到 B 事件，再联想到 C 事件呢？若是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我想大部分人应该会是后者，因为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天性，它是擅长且喜欢联想式发想的。另外，我们传统记笔记的方式，或许是带着一本笔记本，按照所读的书或上课的内容，一条一条的记在笔记本上。但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当我们要拿起笔记来复习时，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就让你开始思考我要怎么复习呢？或甚至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回忆起学过的内容，除非是记笔记的达人，可以做出极其精美、悦人耳目的笔记，才让人能够好好的复习。无论是工作或学习，我们都需要做笔记，因为笔记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容易吸收所学的东西。而一个好的笔记方法将可以帮助我们事半功倍。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用且实用的心智图笔记法。其实说它是笔记法，实在是小看了它，因为心智图不仅仅是用在记笔记，更是可以用在创意发想，甚至决策分析使用。而我自己最常用来做读书笔记。心智图 Mind Map 是在1970年代由英国的托尼·博赞提出的一种辅助思考工具。这个笔记与传统笔记的差别在于，它是以一个主题为中心，透过发散式思考，呈辐射状由中心向外延伸各样相关的关键字或图像的笔记方式。因此，一个完整的心智图看起来就像大脑神经元发展的样子，一个接一个，不断向外延伸扩张，直到各个末端。心智图就是仿效我们大脑思维的方式而创造出来的笔记方式。因此，一旦熟悉它的绘制方式，你将会发现，这个笔记方法会让你的大脑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甚至拿来复习时，你也能够更快速、有效地掌握重点及记忆。以下我们就来说明心智图笔记是如何制作的。心智图可以使用纸笔制作，也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制作。相关的软体，请洽谷歌或度娘。对于初学者，我会建议先用纸笔做练习，比较容易掌握重点。以下说明会以纸笔的使用来进行。首先，请先准备一张至少 A4 大小的纸，当然能更大就更好了，因为你会需要一个充足的空间来收集你的各样发想。笔的部分可以简单准备一支铅笔或多色的笔也行，端看你想要制作到多精美。一开始，我们在纸的中心画一个圈，将你想发想的主题写在中间的圈里，例如之前提过的黄金圈理论。接下来，从中间的圈画出一条线延伸出来，在这条线上或是在这条线的末端再画一个圈，将你看到黄金圈理论联想到的第一个关键字填进去，例如 Why。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沿着 Why 这条线继续发想，延伸下去，直到想到差不多没有东西可想为止，再回到中心发展另一个支线，或是在发想到 Why 后就回到中心，发想下一个关键字，例如 How、What， 直到对于中心的黄金圈理论已经没有其他发想的内容后，你再回到其中一个关键字，例如 Why， 再继续发想下去。其实心智图的操作大致就是如此，没有那么复杂。只不过绘制心智图时，有几个原则可以帮助你更清晰、有效地发展你的心智图，并让心智图的效用更加提高。几个原则如下：一、关键字越精炼越好，越精炼的关键字能够让你的心智图看起来更清晰，而不是一堆密密麻麻的字堆叠在一起。至于要精炼到什么程度，虽然我曾听某位老师说过，建议在12个中文字以内，但其实也没那么死，只要精炼到你看得懂那个关键字在写什么就可以了。就像前面提到的 Why， 你在之后回头看黄金圈理论的心智图时，你一看到 Why， 一定可以马上知道它的内容大约在说什么。二、关键字的呈现，图像的呈现优于文字的呈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对于感官的刺激更胜于单纯看到文字。例如，如果你去过温泉，亲眼看过、闻过味道、听过水流的声音、泡过并感受过温泉的温度，在我描述这一段文字时，你的脑海应该会浮现出一堆图像、影像，是你经验过的温泉的样子。若是没有去过，这些文字对你而言就是描述的文字而已，没有感觉。除非我把图片、影像，甚至味道带到你面前，你才有机会大略地掌握温泉是什么样子。心智图笔记会鼓励大家多用图像代替文字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图像会更容易刺激并活化我们的大脑，去回想起某关键字代表的含义。三、一个分支就一个关键字，这是必须的要求。为什么呢？
你若是在一个分支上放上2个以上的关键字，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这个分支要往下发展时，你会发现你不知道要发展哪个关键字，这件事会把你搞混乱的。因此，一个分支一个关键字是必要的，宁愿有许多分支，也不要在一个分支上放上2个以上的关键字。最后总结一下心智图的优点。第一个，赏心悦目。怎么说呢？当你完成一幅心智图后，相较于传统笔记的条列式呈现，你会发觉心智图更加活跃，因为上面不只有文字，还有图像，五颜六色。虽然第一眼望过去可能让人感到复杂，但细细一看，你会发觉这比条列式的笔记更容易吸收及掌握他想传达的知识点。第二个，可扩展性强，特别是使用电脑或手机制作心智图，效果更好。心智图笔记具有延展性，若是在某一关键字上有新的想法，马上可以延伸新的分支，继续绘制下去。这样的延伸方式，只要呈现的地方空间足够，是可以无限延伸下去。我特别喜欢心智图的这个特性，尤其在我的读书笔记上。我在看书前会用心智图把目录及标题做成笔记，接下来在读书后发现某章某节有某些观点让我有所得，我马上可以把这个心得加进我的心智图笔记里。等我看完书，回过头复习时，马上就可以借着心智图笔记回想起我在某章某节因为某个内容让我有所收获的重点。第三个，可以一次性呈现你的思维过程，这是心智图用来创意发想或是头脑风暴时特别有利的地方。因为在发想的过程中，心智图可以把过程记录下来，呈现出来的画面可以帮助发想者检视是否有遗漏，或是在回看心智图时，突然有新的灵感触发，使整个发想更加完整。特别是在发想完后做总结时，更是可以一眼看出各样想法的呈现，帮助使用者更容易做出决策。心智图是我经常使用的笔记方法，对我特别有帮助。整理思绪、读书、发想创意等都大大提升我的效率，特别是在开会时，我更喜欢使用这个方法，可以有效缩短会议，并快速产出结论，而不会让会议变成一堆人在天马行空的空谈，最后成为浪费时间、没有结论的无效会议。因为会议需要时间，开会的时间与工作的时间是无法并存的，参与会议就没办法进行工作产出。若是一群人只是坐在一起，没有准备，或是只动嘴不动笔，会议时间又冗长，会议更是没有产出有用的结论，那真的会让人在会议中不断怀疑人生的。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鼓励大家看完后可以尝试使用心智图，其实一开始不顺利也无所谓，因为这个不顺利将可以帮助你知道哪里是还没有掌握的，需要再次学习的。就像一句英文说的 "Practices make perfect"， 要掌握一门技能，没有捷径，唯有练习。谢谢大家的观看。